入斗邪派。老者听到亡灵修魔海的传闻后，要这位叫许木的修士带路前往斗邪派。在许木的引领下，老者身形闪烁，半个时辰之后便抵达了斗邪派。他强大的神识探查一番，很快锁定了上官墨的位置。上官墨目瞪口呆，没想到这位老者竟然能轻易找到自己。更让他震惊的是，老者居然从他的眉心再次取出一滴魂血，借此联系，将许木丢下，迅速向西南方飞去寻找亡灵。老者在亡灵消失后，随后现身寻找，却一无所获。他遇到凤鸾、杨森和红脸老者，三人对老者的身份感到震惊。红脸老者说道：“老者可能来自修魔海的七枚之地，那里的城主修为高深莫测。”三人决定绕道行，而老者则继续他的搜索，却始终未能找到亡灵的踪迹。老者心中的疑惑愈发浓重，他决定前往天茂国的通天塔寻找上级使者。天茂国拥有通天塔，而火焚国和宣武国则没有，这也是火焚国选择宣武国作为入侵目标的原因之一。亡灵在天逆空间内闭关修炼，时间飞逝，100日之期已满。他头顶的珠子逐渐失去血色，最终变为灰白。空间内的发光体随之亮起，亡灵目睹了这一切，心中震惊。随后，一颗蕴含结丹中期修士全身修为的灰色元丹出现在他面前，他将其收入储物袋，准备日后结阴时服用。亡灵深知结阴之路艰难，他自认即使拥有马良的身体资质，结阴的希望也极为渺茫。他决定寻找能够提高结阴几率的修炼功法，目光投向了战神殿的神道之术。尽管对战神殿的神道术为何未引起上级修真国注意感到疑惑，亡灵仍决心要掌握这古老的神道术。亡灵在天逆空间内继续修炼数日，准备离开。在离开前，他拜访了司徒南和父母后，他从地底深处现身，迅速遁走，神识全开，密切观察四周。在深夜的寂静中，他向火焚盟山峰遁行，但很快感受到了极度危险，立刻沉入更深的地底，土遁术发挥到极致，以求安全。老夫等了你整整97天，小家伙！一个苍老的声音徐徐在亡灵神识内传来。亡灵在地底深处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压力，他的身体如同被无形的巨手紧紧抓住，每一次下沉都伴随着巨大的阻力。他不得不改变策略，斜向遁走，以避开这股力量。就在他以为自己已经摆脱了追踪时，神识中传来了老者的声音：“幸亏老夫去找人借了个土行舟来，否则的话，你这逃到地心外围，在那阻力下想要抓住还颇有些困难。”亡灵没有回应，而是在一瞬间改变了方向，直线上升，从地底深处迅速冲出，回到了地面。他的目标是火焚盟的山峰，那里有一道光幕保护。亡灵在接触到光幕的瞬间，拿出身份玉简，顺利地穿过了保护屏障，进入了安全地带。老者站在土行舟上，透过光幕观察着亡灵，对他的神识和肉身的不协调表示了认可，认为亡灵是通过夺舍得来的。他向亡灵提出了邀请，告诉他这里无法保护他，暗示亡灵跟他走会更安全。面对老者的提议，亡灵面色阴沉，冷笑不语，显然并未被说服。老者嘴角一动，露出一个古怪的微笑，右手轻轻一按，那光幕立刻发出咔咔的声音，转眼间便化为碎片，整个山峰为之一震，掀起无数灰尘。亡灵迅速做出反应，再次遁入地底，试图逃离老者的追踪。他的行动果断而迅速，显然不愿意与老者有过多的纠缠。老者见状，冷笑一声，正准备追出，却被半空中的邪魔宗元婴期修士打断。这位修士鼓起勇气，大声质问老者为何破坏了火焚盟的护山大阵。这段时间以来，老者在附近徘徊，虽然行为安静，但其强大的神识让火焚盟的修士们感到震惊。他们一直在暗中监视老者的动向，今日见到亡灵冲入阵内，紧接着护山大阵被轻易破坏，虽然不想招惹，但是现在邪魔宗的元婴修士知道必须出面了。这位元婴修士的话，既是为了维护火焚盟的尊严，也是为了表明自己的立场。他并不期待老者会给出满意的回答，但至少他表达了自己的不满。如果老者选择回答，他可能会继续对话；如果老者不予理会，他也不会贸然追击。这样的既保全了火焚盟的面子，又避免了可能的危险。老者盯着火焚盟的这些修士，开口说了一个字：滚。这个简单的字眼化做了滔天巨浪，冲击着周围的空气，形成了强烈的声波，让在场的修士们感到震撼，甚至有人因此受伤。声浪过后，老者的身影已经消失，留下了一群目瞪口呆的修士。不久，老者再次出现，他的脸色阴沉，显然对亡灵的逃脱感到愤怒。他的目光扫过山峰，神识如同无形的网，覆盖了整个区域，甚至深入地下1000丈。然而，尽管他如此努力，仍然没有找到亡灵的踪迹。老者愤怒的跺脚，分身成4个一模一样的存在，分别向4个方向散开，形成了一道神识封锁线。老者自称为8级魔君，他下定决心，即使要将整个宣武国炼化，也要在3年内找到亡灵。他感叹，如果不是因为某个地方需要使用死咒术才能通过，他也不会如此大费周章，只能生擒亡灵。8级魔君通过他的本体和3个分身，形成了一个严密的神识封锁网，将宣武国的4个极点牢牢锁定。
这样的布局使得任何试图进出宣武国的修士都无法逃脱他的监控，确保了他对这片区域的绝对掌控。八岐魔军对亡灵的追踪充满了执着，自从在修魔海南斗城开始，他就一直紧追不舍，穿越火焚国，直至宣武国。可是亡灵仿佛人间蒸发，让八岐魔军的神通也难以捉摸。尽管他分析亡灵可能藏身于地底，但即使他施展了高等级的神识搜索，依然无法找到亡灵的踪迹。八岐魔军之所以如此执着，是因为亡灵掌握的死咒术对他来说至关重要。这项法术能够大大简化他心中的大计划。他不惜一切代价，甚至借用了土行舟这样的法宝，想着能够在地底中追上亡灵。然而当八岐魔军终于接近亡灵时，亡灵却毫不犹豫地使用土遁术再次消失，让他的计划再次落空。最让八岐魔军意外的是，亡灵选择的目的地竟然是火焚盟的山峰，这让八岐魔军的追捕变得更加艰难。八岐魔军在失去了亡灵的踪迹后，愤怒之下不惜采取极端措施，使用神识封锁整个宣武国。这一行为无疑触犯了宣武国和火焚国背后的4级修真国。尽管他有足够的实力轻易击败两国的修士，但他并没有这样做。这是因为他深知，对于修为高深的修士来说，朱雀星的背景和势力格局是必须了解的。火焚国和宣武国背后有同一个4级修真国支持，因此两国之间的争斗并不会引起太大的关注。但如果有外来势力介入，尤其是4级修真国的势力，那么情况就完全不同了，他们必然会采取行动。八岐魔军之所以克制，是因为他不想在这个关键时刻引起不必要的麻烦。他的目标是找到亡灵，而不是与4级修真国为敌。因此他选择了封锁而非直接冲突。这一封锁持续了2年，使得宣武国和火焚盟的修士们习惯了神识的频繁扫过。随着时间的推移，两国的修士们已经对这种状况习以为常，而他们的门派长辈也严肃告诫他们不要探索4个方向，以免触犯了八岐魔军。八岐魔军的耐心随着时间的流逝而逐渐消失，因为他明白距离那个神秘地方的开启只剩下1年的时间，如果错过了，他将面临无法承受的后果。在愤怒和焦虑的驱使下，他决定再等待半年。如果半年后亡灵仍未现身，他将不惜一切代价，哪怕得罪4级修真国，也要将宣武国炼化，直到找到亡灵为止。随着时间一天天过去，八岐魔军的脸色越来越阴沉，戾气愈发浓郁，而亡灵则在天逆空间内苦苦思索，不明白为何八岐魔军仍然紧追不舍。他的万魔百日诛杀令已经解除，按理说应该安全了，但八岐魔军的执着让他感到很是困惑。天逆空间的滞留时间即将到达极限，亡灵也感到焦急，如果再不离开，可能永远无法再进入。在空间内的发光体完全暗淡的瞬间，亡灵果断地离开了天逆空间。就在他现身的那一刻，八岐魔军立刻察觉到了他的气息，迅速消失在原地。亡灵感到一阵头晕，但危机感迫使他立刻采取行动，从地底向上遁去，跃出地面。几乎在他出现的瞬间，4个八岐魔军的分身就出现在他的四周，形成了一个包围圈。八岐魔军冷冷地盯着亡灵，4个身影慢慢合拢，化作一人。他沉声道：“小家伙，算上之前的97天，我一共等了你近3年。”亡灵面对老者，面色阴沉，没有说话。老者询问他的名字，亡灵沉声回答马良。他能感受到对方深不可测的修为，如同平静的大海，隐藏着无尽的力量。老者继续追问亡灵是否掌握了死咒术，他的目光锐利，透露出强烈的杀意。亡灵知道，如果自己回答错误，或者有任何让老者不满的话，随时没命。在这种压力下，亡灵沉默片刻后点了点头，确认自己确实掌握了死咒术。老者见状，眼中闪过一丝金光，他迅速从储物袋中取出一只巨大的青斑蟒。这条蟒蛇体长3丈，吐着信子，紫黑色的双眼紧紧锁定着亡灵，仿佛随时准备发动攻击。亡灵面对这样的场面，心中虽然紧张，但表面上依旧保持着冷静。他知道自己的生死可能就在一线之间。突然，老者把手中蟒蛇向地下一扔，冷淡说道：“施展死咒术，目标是这蟒蛇。”那蟒蛇一落地，立刻盘起蛇阵，蟒头抬起，带着一缕腥风，大口咬来。亡灵低头，目中红色闪电一闪而过，嘴里低沉道：“死。”只是亡灵的目标不是蟒蛇，而是八岐魔军。这一次，他极尽神识，他用到了极限。在亡灵的死字出口之际，老者感到一股强大的神识冲击，一道红色闪电迅速穿过他的识海。只不过，识海内除了一条八爪章鱼外，一片干涸。当红色闪电进入时，八爪章鱼猛地张开大口，将其吸入。尽管老者修为强大，但识海内的八爪章鱼吞下红色闪电后，仍然受到影响，引发了连锁反应，令老者身体一时停顿。与此同时，亡灵吐出一道金光，以飞剑之形刺向老者眉心，但白色光环环绕的眉心处却让飞剑无法刺入。亡灵随即以地底遁术遁走，迅速逃离。老者在经历了短暂的停顿后，愤怒的情绪如同火山爆发，他的目光中充满了杀意。他迅速施展法术，召唤出一把闪烁着七彩金芒的梭子。这梭子不仅外观华丽，
更是蕴含着强大的力量。在老者的命令下，梭子如同离弦之箭，带着一圈圈七彩波环破土而出，以惊人的速度向亡灵追去。梭子所到之处，泥土仿佛被无形的力量切割，无法阻挡其前进的脚步。短短几息之间，梭子已经逼近亡灵，距离他只有10丈之遥。面对这突如其来的危机，亡灵感到头皮发麻，但他并没有慌乱。他迅速从储物袋中取出杨森赠予的玉符，这是他最后的底牌。玉符在被祭出的瞬间迅速变大，形成了一道坚固的屏障，挡在了亡灵的身后。梭子与玉符的撞击产生了巨大的爆炸，玉符在一声巨响中碎裂，化为飞灰，而梭子也被震退数丈，冲势减缓。这场爆炸产生了强烈的冲击波，形成了一道环形的波纹，以交接处为中心向四周扩散。从天空向下看，可以看到一个圆形的波纹迅速扩大，泥土被掀起，仿佛地下有一条地龙在翻滚。亡灵虽然被余波扫中，口喷鲜血，但他没有时间停留，立刻从地面跃出，险险避开了主干波环。亡灵的行动迅速而果断，他没有丝毫犹豫，立刻继续他的逃亡。他知道，尽管玉符为他争取了宝贵的时间，但老者绝不会就此放弃。亡灵必须利用这个机会，尽可能的拉开与老者的距离，寻找逃生机会。老者在感受到波纹的震动后，心中的怒气有所平息。他开始回想刚才的攻击，知道到亡灵的神识攻击确实强大，足以让他这样的元婴期修士产生刹那的恍惚。这让他更确信，亡灵确实掌握了死咒术。他决定不再以暴力手段对待亡灵。在消失的瞬间，老者再次出现，试图与亡灵进行沟通。他告诉亡灵，他并不想伤害他，希望亡灵能听他把话说完。亡灵在飞行中服下了疗伤丹，缓解了胸口的疼痛。他敏锐地察觉到前方的灵力波动，心想这是元婴期修士瞬移的迹象。凭借与元婴期修士多次接触的经验，亡灵毫不犹豫地改变了方向。老者大手一抓，一道道闪电雷光从四面八方凝聚而来，刹那间，在亡灵的四周就出现了一个由闪电组成的困牢。亡灵面色阴沉，凝视着老者，冷声质问：“前辈到底有何事？”老者注视着亡灵，沉默片刻后开口：“我需要借用你的死咒术一用。”亡灵看着四周的电网困牢，听着那不断传来的啪啪声，他的内心充满了疑惑和警惕。老者沉吟少许，摇头道：“此事尚未到说明之时，不过老夫不会亏待你。若你同意随我一去，我可送你1粒化地丹。”亡灵面对老者提出的条件，内心充满了疑惑。他知道化地丹的价值，这种丹药能够显著提升修为，对于任何修士来说都是极大的诱惑。他也清楚，老者的实力远超自己，如果真的想要控制他，完全可以采取更加直接和强硬的手段。以老者的修为，完全可以用更加简单粗暴的方式来达到目的，而不是像现在这样提出交换条件。这种反常的行为让亡灵感到不安，他怀疑老者可能有更深层次的目的。